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程毅与军歌再次登上热搜，我才知他在何种情况下拍的这部剧。谁能想到呢？程毅21年的与军歌到了25年还能再次登上热搜。既然上了热搜，我们就再来看看齐燕陛下的美貌吧。都说齐燕是程毅的颜值巅峰，再看齐燕真的精致到了头发丝。原来在21年程毅的演技就那么好了，不需要任何动作，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表达出他心中所想。看着他低头垂泪，感觉心都碎了。还有让奶奶看50遍都不腻的红衣骑马，真的太帅了。就像程毅说的，他家里人现在只看他的剧。好巧，我现在也只能看程毅的剧。那程毅哥哥，我是不是也算你的家人了呢？这么完美的齐燕陛下，谁能想到是在程毅经历那场大规模的网暴下拍的呢？程毅被黑成这样，曾经一起上班的同事却一句话都没有帮他说过。他们是怎么做到一边冷漠面对同事的网暴，一边在剧里扮演深情角色的呢？还好，程毅没有被这些事情所打垮，哪怕前路再艰辛，他依然披荆斩棘地走到了现在。过去的都将过去，未来的程毅将一路生花，光芒万丈。而我们也将永远陪着程毅，未来的日子，只要他还在，我们便一直爱。Lily 是奇异果，程毅，清雅本天成，淤泥染不尽的荷塘月色。他的清雅是种在淤泥里的宿命，需用9年冷板凳做养料，拿全网群嘲当磨刀石。有人说顶流的面具该是镶钻的，他却坚持戴草编的斗笠。他像宣纸边角阴开的淡墨，在流量泼天的时代执一盏孤灯独行。有人嫌这光太温吞，照不亮热搜榜前10的夜；有人却说那灯心里噼啪炸响的，但恰是娱乐圈失传已久的戏魂。当同行争抢聚光灯下的 C 位，20岁的傅诗琪正蜷在唐宫美人天下片场啃冷包子。那些被副导演骂不会演戏的日子，像黑泥裹住何晶的节节青云志，林惊羽的剑穗沾满威亚钢丝的血秀怒海潜沙，张起灵的绷带缠着10年龙套的隐痛。直到琉璃的雪落在雨丝缝肩头，人们才惊觉，原来最干净的月光，总要穿透最浑浊的江湖。内娱独一份的破碎美学，是他用肉身寄出的荷塘月色。他总与浮华保持着这一池荷塘的距离。顶流们用高定西装配限量表，他裹着剧组军大衣蹲监视器前，看自己吐血的镜头像在菜市场挑萝卜。粉丝围堵时慌得同手同脚，被戏称横店在逃社恐，转身却把9宫格自拍拍出工商级表情包。这种笨拙的真诚，恰似寒冬腊月推开门缝递进来的烤红薯，烫手，却让人眼眶发酸。他的演技是刀刃上的舞蹈。沉香如屑中一人分饰3角，应渊的神性孤高，玄烨的邪魅偏执，唐周的少年炽烈，连呼吸节奏都自成宇宙底线里法官周易安握锤时小指微翘的细节，让法律从业者直呼 DNA 动了。莲花楼里莲花勾楼的悲与虚浮的步态，将英雄末路的苍凉化作视觉史诗。一场篝火舞剑戏，剑锋划破的是武侠剧的审美桎梏。程毅的精分式演技，连发丝都在叙事。考古学家也该去剖解他的钝感。1年级里被否定时的沉默奔跑吧游戏黑洞的猛然莲花楼演唱会跳昆卡舞的同手同脚，是淤泥深处最坚硬的奥杰。当全网嘲笑他2G 网速，他却比所有顶流营业更动人。当整个行业在数据跑马场杀红眼，那个曾被预言做不了演员的湖南伢子，终于活成了李莲花的判词。小周从此是将海寄余生，原来最高级的清雅，是允许自己成为镜花水月，却把根系扎进真实的人间。程毅的出圈，从来不是热搜的烟花，而是长夜的烛火。
他用14年证明流量会泡沫化，但角色能凿穿时空，争议终将消散，唯匠心永不蒙尘。当内娱仍在争论玄学与实学，他早已在淤泥深处种出了自己的莲花。他让追星成为一场双向救赎。甘肃地震时带头捐款130万，粉丝48小时内募集善款超1000万，手写300封感谢信，自掏腰包定制生日礼物，将果果们的名字刻入时光。正如李莲花放下仇恨的哲学，他教会粉丝，追光者亦能成为光。诚意可以是莲，但也不必是莲，它也可以是双血压不断的烛，3分在土里苦熬，7分在云上写意。再回首，我们会发现，那个蹲在片场角落默戏的背影，正把演员2字一笔一画刻进时代的碑林。